人如此胆大妄为，杀我魔岩谷长老！萧炎炼制好古意后，和小医仙一同去了学院议事厅。门一推开，两人缓缓走近，长老们忙站起笑迎。苏谦看着萧炎，调侃道：“等了你2天呢。”萧炎歉意一笑：“临时有事，耽搁了。”然后随意坐下，问及补充心炎的事。苏谦说要找个长远的解决方法。萧炎好奇地看了看一尊奇怪的透明玻璃造型的东西，被称为聚火壶，是个修炼增幅的法宝，需要注入本源陨落心炎，但这会给他造成不小的伤害，需要休养一段时间。萧炎收了下来，心里暗自庆幸，省得以后每隔2、3年跑一趟内院。带着朋友在学院转转吧，有需要尽管说。苏谦告别，小医仙也点头答应。苏谦对小医仙还颇有好感，年轻的斗宗强者，内院首次见到，前途可期。正事搞定后，气氛松缓，长老们与萧炎热络交谈。萧炎身为6品炼药师，备受热捧。笑谈中过了半小时，正准备告辞时，门突然被撞开，一脸冷肃的萧丽走了进来。大家见状都愣住了。苏谦问：“怎么了？”萧丽告诉大家，魔岩谷有动静，寒风把地魔老鬼请了出来。大厅气氛陡变，大厅原本轻松的氛围，在萧丽的一席话下变得紧张。大家都了解黑角域，知道地魔老鬼是个棘手角色。萧炎感叹应该早点留下寒风，而苏谦也认为，即便寒风没通报，地魔老鬼也会知道。内院长老提出担忧，担心地魔老鬼会对迦南学院发动报复。另一名长老分析说，魔岩谷与学院一直不和，地魔老鬼也未调解。此次更有方言，3人死在萧炎手中，可能会引起他的愤怒。苏谦冷笑表示不怕，说迦南学院若真有麻烦，他们奉陪。一名长老也嘲笑地魔老鬼之前在前院长时期如同乌龟一样低调，现在却来耍威风。苏谦宣布学院进入戒备状态，命令萧丽派探子监控魔岩谷动向。苏谦对萧炎2人说，这段时间最好待在内院，以备突发状况。萧炎表示自己起因于此事，不会推卸责任。小医仙也表示无惧，对手再强，也不是他恶难毒体和天生地养能怕的。苏谦冷笑，怒火中燃，对魔岩谷多年来对学院的伤害愤怒不已。他对地魔老鬼的嚣张表示不屑，宣称他没有资格灭掉迦南学院。苏谦的冷笑让大厅寂静，萧炎与萧丽也感到压力。这次似乎真的要迎来一场艰难之战，因为地魔老鬼至少是一名6星乃至7星的斗宗强者。内院会议后，防备明显增强，学员出入有限，气氛紧张，长老们心情不好。学院周边设置严密防线，执法队出动，黑角域内外都受到影响。消息灵通者感觉到异常，魔岩谷的动静与菩提化体闲战引起猜测。传承久远的2大势力濒临对决，黑角域陷入紧张气氛。大家猜测，如果迦南学院与魔岩谷正面对决，谁会胜利？消息灵通者知道院长是斗尊，但不知其是否仍在迦南学院。失去斗尊镇守的学院是否能抵挡地魔老鬼的威胁？在外界的风声鹤唳中，萧炎等人在内院相对安宁。尽管地魔老鬼强大，但萧炎信心满满，他并未表现出担忧。他偶尔在盘门秀一下炼药技能，提高在内院的地位。空闲时，他在修炼室或药材库度过，保持稳定心境，修炼效果显著，有晋级的趋势。至于补充天坟炼气塔的心炎，他推迟了，以保持巅峰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大战。在宽敞的广场上，人群簇拥，几道身形灵活如猴子般飞快的穿梭，雄浑的斗气碰撞，每一次都引起周围观众的欢呼声。萧炎坐在高席上，身旁有小医仙和紫妍等人，观看着广场上自发组织的比试。虽然不是内院主办，但由于萧炎近期频繁出现在内院，因此被邀请担任旁观裁判。手握茶杯，萧炎悠闲地靠在椅子上，微笑着观看激烈的战斗。当一名学员获胜时，他欲宣布胜利者，却突然脸色一变，紧盯东方，感受到强大的气息。东方突然涌现出强横气息，还有一股让人心悸的可怕气息。小医仙也变得凝重，提醒萧炎他们的到来。这一举动引起下方众人的惊愕。在他们茫然之际，一道如雷鸣般的苍老声音响彻云霄，宣告老祖的到来。声音震耳欲聋，质问迦南学院为何不迎接老祖。面对这震耳的声音，萧炎眯起了眼睛，握紧了拳头。他心中暗自期待着老祖的到来，是否意味着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？雷鸣般的喝声在内院回荡，宛如天籁之音。随着喝声响起，人影闪现，苏谦大长老率领一群人出现在萧炎等人附近。苏谦脸色凝重，对着传来的喝声方向低声嘀咕：“地魔老鬼。”苏谦低头看向萧炎等人，眉头微皱，看来麻烦真的找上门了。喝声传来后不久，天空响起阵阵破风声，一大群人影迅速进入视野。数眨之间，他们从天而降，浑身散发凶气，停留在内院上空。萧炎扫视着这群人，目光停在中央的2人身上，一个是熟悉的寒风，另一个则是身披骷髅黄袍的血发老者。老者面容削瘦，几乎皮包骨，眼神幽深，宛如鬼火般诡异。他独立于虚空之上，袖袍随风轻摆，引起周围空间微弱波动。这血发老者显然是魔岩谷创始人地魔老鬼。
他身上散发的深厚斗气令萧炎感叹多年未见，这次真的碰上了个厉害的。这群凶气腾腾的人一现身，天空立即压迫感弥漫，一些实力较弱的学员脸色都有些变化，显露出惊悸之情。感测着院子里的紧张寂静，苏谦皱了皱眉，抬起头看向那位红发的老者，慢慢地说：“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，没想到你的力量进步得这么快。你是苏谦吧？”地魔老鬼淡淡地瞟了苏谦一眼，说：“我真没想到你现在已经是斗宗级别了。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还只是一位处在斗皇峰的长老罢了。我今天来，你应该知道我的目的，把那个叫萧炎的家伙交出来。他杀了我的魔岩谷3位长老，这笔账我是一定会算清楚的。否则的话，我们魔岩谷在黑角域还如何有立足之地？”苏谦表情变得冷冽，怒声道：“地魔老鬼，萧炎和方言3人之间的冲突是有原因的，战斗中自然会有伤亡。何况方言3人首先向他动手，难道他就非要坐以待毙吗？这些我不关心，我只知道他杀了我们魔岩谷的3位长老。”地魔老鬼挥一挥袖袍，冷笑道：“我不想和你浪费时间，直接把盲天尺叫出来和我谈吧。”听到这些话，苏谦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冷笑，反驳道：“地魔老鬼，你说这些话也不怕被人笑？如果院长在的话，你敢这么大张旗鼓的来吗？”听到苏谦的言辞，地魔老鬼的眼中闪过一丝凶光，怒斥道：“苏谦，你别以为我怕盲天尺，其实我确实有些畏惧他，可你没有资格和我这样说话。我今天就在这里说明白，如果你不把萧炎交出来，你这个院子就别想再开了。”地魔老鬼的话一出，院里的长老们的脸色都变了，满脸的怒火。这老家伙也太狂妄了，哈哈，让这样的强者记住我的名字，还真是让我有些意外。一个清晰的笑声突然在广场响起，萧炎身后的绿色火翅闪动，随即飞上天空，停在苏谦的身边，朝着地魔老鬼笑着说：“萧炎、小医仙和紫妍相继出现在天空，警惕地注视着地魔老鬼一行人。”老鬼冷冷看向萧炎，声音透着阴寒。韩风赶紧插话，指认萧炎杀了方言3人和得到贤的事。老鬼点头，无喜怒之色，凝视着萧炎，平淡询问：“是自愿走，还是断丝之后带走？”苏谦不甘示弱，大声呵斥老鬼，强调内院不容他嚣张。气氛紧张，谁都知道今天难以善了结。老鬼嘲笑苏谦，威胁在内院给点教训，谁敢助萧炎就是魔岩谷敌人。萧炎淡然笑道，猜测老鬼目的是贤，嘲讽其借口不错。老鬼生气了，5道寒气斗气射向萧炎，5道寒气破境，白影出现，气势如火山爆发，将寒气挡开。小医仙被震退一步，萧炎关切询问他的状况。小医仙提醒他注意地魔老鬼的强大实力。地魔老鬼对小医仙的斗宗实力感到意外，质疑斗宗晋升是否变得容易。萧炎讽刺的回应，不给老家伙半点面子。老鬼眼中闪过凶光，萧炎言辞刻薄，戳中老鬼心头痛处。韩风建议直接动手，对萧炎施以残忍刑罚。他将苏谦交给自己对付，将萧炎和小医仙交给地魔老鬼。这个分工让他避开了对付萧炎和小医仙的风险，显露出他的狡诈。地魔老鬼点了点头，眼中闪烁着凶光。他的杀气引起了内院长老们的戒备，准备随时迎战。天空中紧张氛围弥漫，但下方的学员们对萧炎的大胆行为感到赞叹和无语，竟然敢如此直接对抗成名已久的斗宗强者，实在是胆大包天。虽然他们佩服，但也对即将面对的老妖怪强者感到担忧。感受到地魔老鬼的凶狠杀意，苏谦脸色微变，这老家伙居然决定动手，即便是冒着院长归来的风险。小心点！苏谦提醒萧炎，指出地魔老鬼的实力深不可测，即使有小医仙助阵，也难以与之匹敌。虽然清楚萧炎有强力斗技，但在斗宗层次，一星之差可是巨大的，战胜难度颇高。萧炎点头，心中准备使用特殊准备的东西来对付地魔老鬼。我保证魔岩谷的强者不会出手，只要学院的学生和长老不乱来，我会饶他们一命。但萧炎的命必须交出。地魔老鬼对苏谦和学员们说道，释放了这场战斗的条件。苏谦松了口气，知道这场战斗若是波及到学员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地魔老鬼的大意主要是因为院长的关系，他不敢在这种场合伤害学员，以免惹怒院长。地魔老鬼的目光转向萧炎，准备与他交战。地魔老鬼夸夸其谈，傲慢自大，当然他以自己的实力确实有资格如此自傲。在黑角域想找到与他实力相匹敌的人可不容易，同辈中要么已经陨落，要么离开了黑角域。年轻一辈的强者中，像莫天行这样的也难以与地魔老鬼相抗衡。地魔老鬼动作引起苏谦的不满，但韩风突然现身，声称与苏谦为敌。苏谦对其威胁暗示不搭理。苏谦提到院长时，韩风显得有些不自然，但随即掩饰过去。韩风对苏谦的威胁不以为意，甚至对院长的去向表示怀疑，这引起苏谦及内院长老的怒火。他们似乎准备联手对付韩风。韩风不为所动，嘲笑内院长老，称院长很久没回来，甚至怀疑院长是否还活着。这番话让苏谦及内院长老气愤不已，似乎准备一举攻击韩风。韩风则警告他们不要轻举妄动，
指着远处的魔岩谷众人，威胁：若是闹事，魔岩谷的强者们可不是好惹的。苏谦制止了内院长老们的暴动，嘱咐他们留意魔岩谷众人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韩风对苏谦的冷嘲热讽不得善终，苏谦向韩风发起挑战，质问他经过魂殿改造后的实力究竟如何。双方气势激荡，天空都因他们的对峙而有些扭曲，引起下方学员的惊讶和恐惧。在另一边，地魔老鬼出现在萧炎和小医仙面前，询问他们是同仇敌忾还是各自为战。小医仙展示强大斗气，但萧炎坚持共同面对对手，不让小医仙插手。地魔老鬼发起攻击，萧炎和小医仙各自准备迎战。地魔老鬼的攻击被萧炎的黑色寒气凝固成冰块，发出清脆的碎裂声。地魔老鬼展现了他不可小觑的毒技能，手掌如枯骨一般，轻松捏出一颗灰色冰屑，意图出其不意地攻击对手。然而，一道清冷的声音响彻空气，小医仙瞬间出现在地魔老鬼身前，灰紫色的指甲闪耀着锋利的寒芒。他狠狠一划，刺耳的撕裂声直直切向地魔老鬼的喉咙，揭示了他更深层次的实力。指甲划过，但在接触到地魔老鬼身上的黑色寒气时，后者瞬间凝固，形成了一块巨大的黑色冰晶。小医仙的攻击被阻挡在半空中，无法再前进一步。透过冰晶，地魔老鬼对小医仙发出诡异的笑声，然后身影一晃，陡然消失。地魔老鬼的迅速行动使得局势更加紧张。见到地魔老鬼突然消失，小医仙脸色微变，连忙提醒萧炎小心。然而，在不远处，身着黄色骷髅袍的地魔老鬼已经鬼魅般的出现在萧炎面前，凶狠的向他的喉咙抓去。牙尖嘴利的小子，老夫我对你可是相当之厌恶，所以便先将你解决吧。地魔老鬼的威胁令整个场地陷入了一片惊叫声中。此时，萧炎将面对一场致命攻势，而观众席上也响起无数的尖叫声，为紧张刺激的战斗增色不少。在蔚蓝天空中，一位身着黑袍的年轻人振翅飞翔，背后展开一对宽大的古翼，微微震动，仿佛雷鸣声随之响起。这对晶莹剔透的古翼受阳光照耀，散发刺眼的光泽。这壮丽的场景吸引了众人的目光，尤其是一些少女忍不住对着这个形象投来憧憬的星星眼。萧炎展示出的英俊形象几乎可以媲美他们梦中的白马王子，更令人垂涎的是他拥有超强的实力，连王子都望尘莫及。站在广场上的吴昊看着这一幕，不禁感叹，这家伙总是喜欢搞得这么惊心动魄。他一边擦额头的冷汗，一边苦笑着对身旁的萧玉、虎家等人说。萧玉穿着职业化的导师服，虽然宽松，但在他修长身材的衬托下显得极为合适，吸引了周围不少男学员的目光。他微微点头，未理会周围的注视，目光专注地看向天空的黑袍青年，表情中透露出一丝担忧和隐藏的情感。虎家则显得凝重，对吴昊说，地魔老鬼可不是省油的灯，虽然萧炎实力不俗，还有一位神秘女子帮忙，但与这老鬼交战胜算极低。吴昊，准备一下，若真有意外就动手吧，虽然我们联手也难以对地魔老鬼造成伤害，但至少能拖延一会儿。吴昊点头，手握血色重剑，一旦需要他出手，他将毫不犹豫。天空上，小医仙见到萧炎成功躲避地魔老鬼的攻击后，松了口气，飘然而至萧炎身旁，警惕地注视着地魔老鬼。地魔老鬼的实力和狡诈程度出乎小医仙的意料。地魔老鬼目光平淡，脚步轻踏虚空，逼近萧炎二人。随着他脚步的踏下，周身的黑色寒气愈发浓郁，天地温度降低，引起周围学员的颤抖。小医仙看到地魔老鬼能够凭借斗气影响天气温度，露出凝重之色。地魔老鬼的实力至少在7星斗宗左右，比他高了3星，这个差距即便他有恶难毒体也难以弥补。心中叹息的同时，小医仙眼神变得凌厉，紧盯着接近的地魔老鬼。他瞬间扭动纤腰，身形化成一道模糊白线，携带着强大气势向地魔老鬼猛射而去。尽管萧炎拥有古翼后速度快得令人啧舌，但并不意味着他有能力与地魔老鬼抗衡。为了防止被对方抓住破绽，小医仙只能迎上前去。地魔老鬼见小医仙率先发起攻击，冷笑一声，指尖黑气缭绕，食指连弹，释放出千幻玄冰刺，黑色冰锥如雨点般向小医仙飞射而去。虽然体型不大，却蕴含着强大的力量，足以击杀一名斗皇强者。这个小东西看似可爱，实则威力不可小觑。小医仙紧盯着满天的黑色冰锥，脸上略显凝重。他迅速挥动袖袍，灰紫色的斗气涌出，形成一片灰紫气墙。冰锥如蜜蜂般袭来，尽数射入气墙，但在灰紫气墙的强力腐蚀下，冰锥迅速溶解蒸发。地魔老鬼冷笑一声，应节节出，喝道：“冰冥剑诀！”冰锥迅速融合成漆黑冰剑，寒气爆发，锋利的剑尖瞄准小医仙。小医仙不甘示弱，喝道：“食毒魔手！”灰紫气墙变为一只大手，抓住冰剑，强烈的腐蚀抵挡住寒气。地魔老鬼冷笑一声，下令爆！冰剑爆裂，冰刃突破气墙，直射小医仙。小医仙反应迅速，身形暴退，但仍被冰刃擦伤，衣衫破裂，留下丝丝鲜血。两位斗宗强者交锋凶险，
攻防招招致命，学员们不禁冒冷汗。地魔老鬼收回兵刃，淡淡道：“4星斗宗想与我抗衡，还差得远。若能转身离去，老夫保证不会许你麻烦。”地魔老鬼嘲笑的目光刚刚投射过去，小医仙不屑的轻笑，幼稚的话语。然而，地魔老鬼还未来得及回应，他的眉头突然皱起，抬头望去天空，只见萧炎手掌上涌动着奇异的金芒，一道能量手印正快速成型。在这手印上散发出一种强大而不俗的能量。在地魔老鬼犹豫的目光中，萧炎的手印突然凝结，眼中闪过一抹决绝，心中厉喝：“翻海印！”小医仙的拖延为萧炎争取到了时机，他毫不犹豫地施展出地印诀的第2印翻海印。对面是一位实力在7星斗宗级别的超级强者，寻常的斗技难以对其造成伤害，因此萧炎直接出手，展现出真正的狠招。小医仙点头表示会为萧炎争取时间。萧炎看了地魔老鬼一眼，庆幸事先成功炼制了天焰9行印，心中略感欣慰。地魔老鬼眼神一寒，甩袖射出一道黑色冰锥，但灰子斗气突然涌来，与冰锥激烈碰撞，发出嗤嗤声，双双湮灭。小医仙漂浮在天际，冷冽的目光瞥向地魔老鬼，宣称自己是对手。地魔老鬼冷笑，质疑小医仙实力的突然暴涨，认为他顶多与5星斗宗匹敌，而他已达到7星斗宗。小医仙微笑，伸手释放浓郁的灰子斗气，化为2条蛇，带着欣慰。在战局紧张的时刻，小医仙巧妙操控着由斗气凝聚而成的灰子巨蛇，敏捷而灵性的他冲向地魔老鬼，探头嘶鸣，尾巴化为模糊灰线，电光般闪向对手。地魔老鬼冷哼一声，凝聚黑色寒气为尖锐冰锥，呼啸着射向灰线。然而2条灰影突然一顿，灰子毒雾喷射而出，腐蚀冰锥，速度再次加快，转瞬间出现在老鬼身前，张开巨嘴，2股嫣红血芒爆射而出。老鬼袖袍一挥，寒气凝结为光滑冰块，成功抵挡住血芒的攻击。血芒碰触冰镜，激起白色气体，冰块被腐蚀，血芒逐渐缩小。在即将洞穿冰块时，血芒突然消失，老鬼得逞。老鬼嘴角露出更深的冷笑，冰块融化为黑色寒气，回缩入他的身体。手握之间，漆黑寒气凝结为2只庞大的鬼手，生猛地捏碎2条灰子巨蛇。小医仙面对失败并不改色，反而在眼中流露出一抹诡异笑意。他迅速结印，声音阴柔地提醒老鬼不要轻视他的鲜血的毒性。听到这番话，地魔老鬼脸色微变，寒气自体内涌出，略显紊乱，毒血似乎开始发作。老鬼阴沉的声音响起，他依靠强大斗气强行排出体内的毒血，身体覆盖黑色冰晶，显示着他在忍受着剧毒的折磨。当地魔老鬼成功将毒血逐渐逼出体外时，小医仙并未感到意外。对于他们这一级别的强者而言，排出体内毒血虽然需要分神，但并不算什么麻烦。而这正是小医仙所需的，他需要足够的时间为萧炎争取机会。关键时刻，小医仙迅速释放灰紫色的斗气，身形瞬间出现在地魔老鬼面前，挥掌带着凌厉的气势向对方袭来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强势攻击，地魔老鬼无法再像以往一样从容淡定，逼出体内毒血需要分散力量，他此刻无法凭借压倒性力量轻松击溃小医仙，只能被他死死纠缠。在与小医仙的纠缠中，地魔老鬼偶尔瞥向萧炎所在的地方，看到萧炎身前漂浮的一轻一无形的2朵火焰，他的眼中鬼火微微跳动。早已从寒风那里得知，萧炎掌握着一种异火斗技，是他的保命绝技，威力极为恐怖。然而在亲自感受过后，地魔老鬼松了口气。这2种火焰虽然蕴含着强大的狂暴能量，但凭借这点根本无法对他造成多大威胁。毕竟他可是7星斗宗的实力，岿然不动。在小医仙与地魔老鬼激烈交战的天空上方，萧炎翱翔空中，背后的古翼轻轻震动，每一次扇动都伴随着低沉的雷鸣声。他手掌悬浮着2团火焰，一轻一无形，火焰所释放的高温令空气温度急升。萧炎注视着这2团火焰，目光冰冷地盯着被小医仙死死缠住的地魔老鬼，心知2团异火合成的佛怒火莲对这样的强者并不具备太大威胁。轻吐一口气，萧炎的眉心白色火印突然释放淡淡的温度，一道白色火焰缓缓飘出，停留在他面前，只能动用老师的古灵冷火了。随着古灵冷火的出现，天地能量陡然变得紊乱，炽热的高温自天空倾洒而下，使得众人大汗淋漓，即便斗气附体也无济于事。异火的温度不是寻常斗气能够遮掩的。脸色凝重地望着3团异火，萧炎毫不犹豫，手掌舞动道道残影，3团异火在他操控下直接碰撞在一起。感受着突然暴动的天地能量，地魔老鬼脸色有些动容，这股力量已足以对他形成威胁。没想到那小子居然能达到这种层次，看来不能再拖延了。这念头一闪而过，地魔老鬼紧握拳头，眼睛突然突出，体内的寒气越来越浓郁，胸口鼓起。片刻后，他张口，一道嫣红的冰块喷射而出，冰块破裂，冰中血液凝固消散。小医仙见到毒血被地魔老鬼逼出，脸色微变，未来得及躲闪，被阴森拳风击中，只能硬抗。可怕的力量让他面露苍白，
鲜血不禁喷出，身形急退。地魔老鬼一挥袖，将小医仙的鲜血凝结成冰晶后爆裂。他冷笑着提出机会，建议小医仙离开，但他默默擦去嘴角血迹，未回应，再度冲出。找死！小医仙不依不饶，地魔老鬼怒气爆发，两者交锋，强烈的能量波动在天空爆发，如雷鸣。天空中，萧炎手中的三色火莲逐渐成型，蕴含着恐怖能量。他眼中微闪，3种异火合成的佛怒火莲是他的最强力量。对于这次的对手，他感到有些无法确信。地魔老鬼是7星斗宗，是金字塔上层的强者，比过去的雾护法更强大。三色佛怒火莲是萧炎的底牌，他只能施展1次，然后进入疲惫状态。他知道必须确保这一击致命，否则将面临最坏的局面。在与地魔老鬼激烈对战的小医仙再度被震退，吐出一口鲜血。斗宗级别之间的差距让他难以逾越，尤其地魔老鬼比他高2、3个层次。看着小医仙再次受伤，地魔老鬼露出狞笑。萧炎脸皮抖动，眸中闪现疯狂之色，深吸一口气，口中喷出一团灰褐色火焰，化生火曾从方言3人手中抢夺而来。虽然并非真正的异火，但蕴含强大力量，将其融合进三色火莲，将使佛怒火莲威力达到历史最恐怖程度。尽管这意味着失去1半化生火，但总好过失去性命。吸了口炽热空气后，萧炎眼中闪现疯狂凶戾，他决定即便付出生命的代价，也要让地魔老鬼先垫底。不再迟疑，他将化生火投入三色火莲，整个天际的声音瞬间静默，一股毁灭的恐怖能量正在悄然涌动。